所以再抱紧我一点吧。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弄疼我。这就是他。可以把他头上的戴子拿掉吗？我记得按照约定，我们谈判时他不仅要在场，还必须保持清醒。那是当然，陆总，我理解你想先看他一眼。说我也刚收工。哎，你先在原地不要动，我去接你，半小时后就到。今天是星期五啊，姐姐，你不会想就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回去吧？烤肉、舞台剧、一间展览，你想选哪个？或者哪里都不去，我自投罗网，乖乖被你拐回家？那就一言为定。等等我到了再打电话给你。哎，请等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可以帮我按 B3 吗？希望没有太麻烦您。小姐，不用看我，顶住你背后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不妨想想。如果还想活着见你男友，就按照我说的做，不要多话。是啊，我都知道，上了一天班，正要去和陆锦和约会吧？我还知道你们很多事情，所以你最好安分一点。把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，也不用抬头看，这栋大楼监视系统是坏的。很好，然后先按1楼，再按 B3。
你怎么了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吗？唉，你讲的太花展都说了好久，现在来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？要不要先去阴凉处休息一下？你脸色看起来真的不太好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们有很多时间。等你准备好了，再跟我说说吧。哎，小心，别踢到牌子了。萨特尔玫瑰。萨特尔玫瑰得名于戏剧《萨特尔夫人》的末路，曾被视为不祥，因为花丛周围总有毒蛇栖息，夺去过无数采花者的性命。是花引来了蛇，还是说他们在选择栖息地时不谋而合呢？哎，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关系？奇怪，牌子上什么都没提。既然这样，只好靠我们来猜了。要我说，你看玫瑰这么漂亮，蛇说不定为此蛰伏，日夜保护它不被坏人采摘呢。就好像我从刚才就一直想问你，你到底遇到了什么？不要什么都写在脸上啊，姐姐，这会让我越来越在意。你的确遇到什么难处吧？我想听你说出来。你醒了？陆总，
既然现在他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差不多可以进入正题了吧？明明是你叫我不要不识好歹，如果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就一个人尽快过来见你们。现在怎么这么礼貌，还来征求我的意见？我们也不想这样啊，陆总。您周围戒备森严，为了和您说到话，只好先将您亲近的人带来了。我的要求不多，只希望陆总给个方便，让兄弟们有点小钱花花。您一付钱，我们马上放人，您带着您的小女朋友离开，继续甜甜蜜蜜约会。拿钱换人，也不是不行，我不至于心疼这点钱。不过，进行交易前，我有个问题：你们就那么确定被你们绑来的这个人，真的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在我这类人的圈子里，露水姻缘比稳定恋爱更常见。为了交易能顺利进行，至少得让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我的现任吧。哈哈，陆总，你应该不会眼花了吧？连自己的女人都认不出来了。对啊，认不出来。你自己看看，他现在头发乱成那样，谁能认得出他是谁？只要让我再看看他，好让你们有机会说点悄悄话，商量怎么逃跑。陆总，再怎么说我也做这行很久了，什么事没见过？你不就是想60亿，什么意思？只要让我过去再看他一眼，如果他确定是我想的那个人，我可以开到这个价。命比钱更金贵，我不建议为自己的女人多出点。你拿着这些钱，还能帮兄弟们加薪啊？都给我闭嘴！你只有5分钟，记住了。我应该可以蹲下吧？抬头，看着我。
玫瑰与蛇，你对这2个词有印象吗？真的不记得了？萨特尔玫瑰。萨特尔玫瑰得名于戏剧《萨特尔夫人》的末路，曾被视为不祥，因为花丛周围总有毒蛇栖息，夺去过无数采花者的性命。是花引来了蛇，还是说他们在选择栖息地时不谋而合呢？哎，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关系？没印象啊，那就不是他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在确认身份呢。长顺先生，既然你真的找人调查过我，还确认过，那就应该知道我这个人盛名在外，可是出了名的纨绔不羁。我习惯和女伴定下一些暗号，作为增进情感的调味料。他的确长得蛮像我以前约会过的人，但听了我的话后，怎么毫无反应呢？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安静！10分钟。再等10分钟。撒谎！我没弄错，是他在撒谎。那个姓陆的，他刚说的每一句真话，他明明就认识那个女的。我说谎？我倒想听听我哪里说的不合你意。长哥，我按照你的要求监视了他们那么久，不会弄错。上周他还去过那个女的家里，至少有2、3次。闭嘴！叫你说话了吗？长哥，我真的没有弄错人，真的。我看过他们一起去便利商店，连丢掉的外送餐盒都是双份的。还有周末，他们去公园约会、看花展。我说了闭嘴！我还没怀疑你呢，急什么？先把事情讲清楚，把看到的事一件件告诉我，这样才能弄清楚到底是你怠忽职守，还是陆总在说谎。哼，我听过一种说法，人心里越不踏实，话就越多。你的这位小弟要是问心无愧，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说实话，我也很想问问他，他这阵子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就是不知道以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话还能说得清楚吗？长哥，求求你！
陆总也有问题想问他呀。既然这样，陆总，您不用起来，在他面前这样蹲着就好。其实我也听过一种说法，人来到这个社会上，必须随时以身作则。在我的手下接受询问前，我先来问您几个问题吧。可以啊，你想问什么？陆总，一直以来你都很守规矩，我们叫你不要报警，不通知助理一个人过来，你不仅照做，办事还相当利落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你和那些见了我们就求饶的公子哥不一样，是个有胆识的人。既然这么看得起我，现在还要用枪指着我？这样做效率更好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应该不至于在这种节骨眼上耍人，让自己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吧？你和这个女的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如果不回答，我就当你们彼此不熟。既然绑错人，应该也不用留着他了吧？等一下！萨特尔玫瑰得名于戏剧《萨特尔夫人》的末路，曾被视为不祥，因为花丛周围总有毒蛇栖息，夺出过无数采花者的性命。哎，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关系？你看玫瑰这么漂亮，蛇说不定为此蛰伏，日夜保护它不被坏人采摘呢。什么？你这是？秘密？什么秘密？你们说清楚点，不然我开枪了！开呀！只要不怕这一枪下去又损失几千万甚至几亿，就算你不心疼钱，我看你的同伴也不像是金钱如粪土的样子。你
好了，说吧，玫瑰和蛇到底分别指什么？我觉得由你来告诉大家比较好。哈，现在不装了，你们感情这不是很好吗？早知如此，刚才何必扯那么多呢？过来！他们在里面。没事的，警方很快就会过来。切断电源的人就是他们。我就不信打不开，都退后！没问题，马上就。我答应过你，只要拖10分钟。找到了，他们在这里。警方已经控制住这里，多亏了您和2少爷。马上就好。我就是有点，大概真的被吓到了，呼吸有点难受。姐姐，好冷。这地方这么冷，你怎么还把毯子扔了？把我抱得那么紧，也不怕我喘不过气啊？开玩笑的，你别哭啊，我已经好多了。陪我聊点别的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么好哄，只要听你说说话，很快就恢复过来了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玫瑰和蛇有特殊含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
你就当我不懂吧。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你说。看来我没猜错，我们真的完全想的一样。不过，你刚才只说出我的一部分想法。我听说，人很容易对彼此的共同点产生好感，进而萌生爱意。不过我好像完全相反，越喜欢一个人，就越想探究他和我还有哪些相似之处。你知道吗？我不只爱你温柔的一面，还想告诉你，你展露锋芒，不顾一切保护爱人的另一面，同样无法让人挪开视线。所以，再抱紧我一点吧。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弄痛我。就算只有现在也好，把我当作在你羽翼下休息、受你保护的对象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吗？还是别的？那就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既然我们必将携手并行，从今以后，再向我多展露你的另一面吧。你总算来了，刚才温晨一直叫我快睡，还拿这个哄我。唉，又不是小孩了，现在谁还会听睡前故事？不过，要是念睡前故事的人是你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可以光速入睡。没错，我确实有一肚子问题。警方问了您什么？是不是感叹我们好运连连，和他们里应外合？他们都和你说了。我也一直有预感，温晨已经在调查，但说实话，我不认为我们短时间内能找到什么突破点。真正的敌人总会有很多副面孔，比如扮作人畜无害的模样，伺机再次行动。害怕吗？也许曾在晚宴上和我们寒暄的人，背地里虎视眈眈，甚至会庆贺我们出事。知道这些以后，你还会坚持最初的想法吗？客观上来看，我掌握着更多的资源，因此只要把我当成保护者，对你来说会更安全、更轻松吧。
你的意思是……原来你早就看到了，我怎么老是瞒不过你？别动啊，难得的劫后余生，就让我再任性一下嘛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我们看到的萨特尔玫瑰标识牌上写着，这种花得名于某部戏剧。那天回家后，我顺手做了一些调查，没想到原版戏剧里有段台词还蛮像我们的，现在看来简直就像预言一样。你觉得呢？说不定我们也像戏剧里写的那样，表面看起来完全是两类人，但每到暴风雨之夜便会化作彼此。哎，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？会产生什么奇怪的想法？乐趣？这我倒没想到。既然如此，就教教我吧。是啊，把来自他人的误解化为己用，遮掩我们的秘密。他们只看到玫瑰在风中飘摇，蛇在附近昼伏夜出，但不会有人看见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。在形似此刻的无数个夜晚中，我们是如何彼此依存，如何相爱。晚安啊，猜猜我在哪？怎么这么惊讶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这段时间都由我来接你回家？毕竟案件才过没多久。啊？在停车场等你就好，那多无聊。我想去你们柜台拿点糖吃，这总可以吧？还是说你很在意别人的目光？哦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还没注意到呢。仔细一看，周围的确有不少人盯着我。真搞不懂有什么好看的，不就是接你下班，顺便约个会而已。你还有问题没回答我呢？之前不是问过你下班后想去哪？烤肉、舞台剧还是夜间展览？你到底是选择困难，还是想交给我决定？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把你拐跑啊？这一次不会被任何人打断，我向你保证。怎么了？我背后还有人看过来？大概是因为我带了那个吧。拿着一束花的年轻男人站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里，他在等谁呢？任谁看了都会浮想联翩。不行，现在先留个念想，让我好好补偿你吧，不会再有戛然而止的约会。从入夜到天明，我都会陪着你创造非常多的回忆，足以覆盖掉那晚的一切。不用急，慢慢下来就好了。我在电梯口等你，一开门就能看到。